好，我们在这个已经画了鸟的地方啊，我们加太湖石。太湖石和我们画这个藤一样的先画出各种形状出来随意的画出一些笔触出来，等下我们去勾这样先画出一些大笔触，粗一点这些洞也是随意的，先这样随意的画，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出现的这些笔触去增加这些结构都可以胆子大一点随意的先画，这一笔的墨一定要用完。然后把它慢慢增加。太湖石我们也是一样用书写性的用笔这个石头要把它画的比较结构要比较仔细在这些地方是比较密的，我们就多画一点，然后上面这些地方我们就让它留得空一点还有这个边线也是要出现各种形状上面这些地方我们就让它空一点突出这个块面出来把毛笔的颜色全用完，每一次都是一样，要把颜色用完，然后再去调墨然后把这些洞挖出来一边整理一边对比，这边可以有大大小小的形状特别是这些结构石头的结构下面就让它虚掉旁边的可以大笔触一点把剩下的干枯的墨色把它加过来
那么这个石头形成了一个比较方正的这个形状啊，我们可以增加一下，让它别那么方正，可以让它延伸过来。啊，这样它就会没那么方了。旁边的就让它更加虚一点。啊，让它形成对比。然后把毛笔沾水啊，慢慢的虚。刚才画的是比较实的，现在越画到后面这个墨越少了，我们就让它变成一个虚的。啊，把这个石头延伸过来，它就没有那么方正了。好，这个形状就好一点。啊，然后我们在这个现在还是湿的，我们就要等它干，我们再去上色。我们可以先画叶子啊，等它干了，我们再返回来调整。啊，石头画点厚度。好，石头已经画出来了，加了这个太湖石，然后我们在这边还有好多花啊，我们可以加叶子了，可以加叶子、加枝干了。好，我们现在来画叶子。啊，叶子我们把它画多一点，嫩叶啊。紫藤花开的时候，叶子都是偏嫩的，颜色也是。啊，我们把这一大组花，啊，这边我们多加一点叶子，这个地方加成一大串啊，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关系加进来。好，3组叶子要有大、中、小。啊，这里我们多画一点啊，让它形成一个大的一个正式。因为画一张大一点的4尺的，它和小品不一样。啊，大画它需要整体啊，需要大的一个大的势啊，所以我们要画的时候就是一大组一大组的画。如果都是一小组一小组的，它会显得松散。这里再增加一点。啊，这一大组叶子就出来了。然后我们把叶脉勾一下。
勾叶脉的时候也要连贯、统一，方向要统一。这样它才能够形成一个势都是往一个方向坠下来。这是一小组画出来了，那么我们就延伸过来这边我们继续画。类似的叶子出现一张画里面不要出现太多的符号类似的叶子，差不多的，这样它才能够出现整体。所以不要一下子换一种画法它的这个叶子要一张画里面要统一，用什么方式去表现，整张画都是以一种方式为主，然后在里面注意变化就可以了注意这种疏密长短大小这样它又形成一个组合这些地方可以跳一点出来，少量的跳一两只出来这样它就会起到一个聚的地方又有闪开的出来。这边再来一点。然后把叶脉勾一下。勾叶脉一定要比较连贯的用笔这样又来了一组了，这样就会形成两组。这叶子都是类似的都是重复出现。把上面这里再增加一点叶子这些小叶子长上去。好，这样它就会跟这边呼应。之前右边这些比较重的叶子，我们在这边也少量的出现一点点。叶子和叶子之间也是要有呼应的。也不要太多，因为我们这张的花很多，所以点到为止你不要过。
好，然后我们延伸过来，这边我们也要加一点叶子。好，在这些地方啊，这个空白的地方，我们少量的也出现一点，但是这里的叶子不要太多。啊，这个叶子的方向跟这个鸟看的方向是一个方向，增加它的势啊。好，这个叶子就先画到这，然后我们增加枝干啊，增加枝干再去补充，慢慢加。给大家看一下完整的，然后我们再增加，好不好？这是加了2只锦鸡，加了一个太湖石，然后加了点叶子。接下来我们把枝干加上。这张非常满构图的一张纸藤啊，非常满，紫气东来的状态。现在这个画了一个石头，这边我们要增加一个枝干串过来啊，串联起来。那么这个枝干我们就要少量的出现，我们从这个旁边串一支过来。穿过这个石头，穿过这个石头，从这边长过来，穿过这个石头，然后从这边穿过去这样它就会接起来。然后这个鸟的附近，我们就尽量的少画东西，要突出它，那么我们就在它旁边少出现，出现多了会影响它啊。我们把这里穿过来，穿到这边来，先少量的画一点，然后等下再慢慢增加。这里面我们也串一点。这里我们可以穿出去这个枝干就串过来了，然后从这里掉了很多纸藤下来。直线旁边我们要画一点曲线。来把这种横的状态表现出来，有一点点就可以了，意思一下然后这里我们还可以穿一支淡一点的穿过去。那么这少量出现的枝干就会衬托出花因为花是主要的。一张画里面我们要有主次的区分，花多叶子就少，枝干更少。好，在下边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再出现一点枝干。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少量再出现一点，从这个石头穿过来，然后再长到这边然后再穿过来让它形成一个接头一样接过来。
上面是双线，下面是单线。好，右边就让它空一点。然后我们在这个枝干上再去找东西画。比如说像这个枝干上，我们可以吊一朵小花下来。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在枝干上面缀一个花下来。这朵花很小，它是起到点缀作用。我们加一点很小的花。因为原来的花很多，我们在补充小花的时候，我们就让它几片花瓣就可以了。这样它就会多一个对比整穗的对比，不要画太多。然后在上面少量的出现一点点叶子，这些都是点缀。好，这样小枝上面就出现这样的状态。右边这里也是一样也是出现小的。这一串形状要跟刚才那一串不一样。又是一串很小的。然后我们再补充一点点把这个接一下，这里加一点小叶。一点点，这里这么多，我们要增加枝干连下来，加了老枝干，我们要加嫩枝干，让它接下来这里还可以加花的，把这一大串这种势形成一个大正式画大尺幅的，我们就要把这种排列的状态要表现出来。然后去补充完善。增加枝干，后面要增加一点点花。然后这个枝干上面的接头的地方也要画一点，接头的地方也要出现一点叶子这些地方也要出现一点叶子。
把这个枝干上不要让它那么单。再来点淡的。在这个鸟的后面。接一下。好，这里它就出现了一个接头，然后这边我们再少量的出现一点叶子接一下。这些小叶子就当是点当是在枝干上面出现的点，它这种是一种配衬。如果没有这些，它就会显得单。好，现在枝干画了然后叶子也加了一点。接下来我们去。这个石头好像也差不多干了，我们可以去补充石头了。就给大家看一下完整的，先一步一步来现在又丰富一点了。石头我们要先用淡墨整理一下，然后再用赭石。我们用淡墨先整理一下让它出现一个浓淡的一个厚度。用淡墨。这个石头完全干了以后，可能还要用重墨调整那些结构。现在我们先把这个淡墨先调整一下。画完干了以后，明天可能还会整理它的这些小的结构，因为我用淡墨和那个赭石养了以后，它会发灰的，所以这些都是画我们能够知道它干了以后是什么情况然后知道什么地方该用多重的墨，然后干了以后什么地方需要调整，都是一步一步的。这些地方我们就让它有一些干一点的、淡一点的墨上去，干了以后它会留下一点点痕迹。我现在用的墨很淡然后我们再等一下下我们再用赭石再去上一下。大家看这些花，有些好多小空白我画紫藤有个习惯每次画紫藤干了以后，我都会回头来整理这个空隙这些小空隙都要整理一下，这样它干了以后才会有那个厚度才会出现那种花瓣后面还有缝隙，后面还透一点点。但是这个一定要很淡刚好有一点点的那种情况就合适了这样它会增加厚度，会增加韵味也不要过于多。现在我就要补这些空白小空隙
因为我们画出来画完它都会有小空隙的。这些地方，我点的时候是跳动的去点，所以有些地方的空隙它还是留着的，它不是到处都点完。跳动的去点。这一次很重要这一次它会把这个花显得比较厚实。但是也不能太淡太淡干了以后一点都没有，还是有一点点颜色在里面的。这样整理完它就会厚重很多。这些全都要整理一遍。淡淡的颜色。跳动的出现不要填得太满，太满它不透气。所以我们在淡淡的上点这一层颜色的时候，其实还是还有一些空隙是没有点到的，它会干了以后有些地方会微微透亮。这是佛法里面说的透气透气的是感觉不是说它有一个地方就可以透气，那是画面里面的感觉。如果全部填满，它就会闷。一路过来都要整理。有些整理多一点，有些整理少一点，不要每朵花都一样多。有些我们就整理了，颜色层次多一点，有些我们就不要那么多。这样它也是一种区别如果干了以后，哪些地方还不够厚，还可以在某些地方再整理一下。好，这样这些小空白就没那么多了，画面也变得厚重了。好，我们要在这个整理过的这些花的后面这些空白的地方，也用一点淡淡的这个紫色感觉后面还有一点。后面还有一点淡淡的这个紫藤，看不清楚的这样它又多了一个层次。
好，上面这点地方啊有一点花，我们要再整理一下。比如说像这件空白，我们要把某一个空白画一点淡淡的这个花上去，不要让这些空白太多。这样它就会突出这些空白就留着然后这边的空白我们就把它画掉，这样它就会更整了。让多的地方形成一个团块，突出这个亮的地方。这些地方也可以来一点点，非常淡的。叶子后面还有花，干了以后它会退下去。好，这样这个层次就越来越多了。然后这个石头旁边我们也可以画一串纸藤让它形成一个上下上下也有，不要都是一样。这边我们可以来一朵。形成一个接头的地方让它和左右连起来。再加一点重的，然后再加一点小叶。好，这样它就有一个接头。这里可以少量的来一点点。好，然后我们把这个石头上一下颜色。石头我们可以先用赭石上一下现在已经干，差不多干了，还有一点点湿。用赭石。赭石加一点点淡墨。好，我们再来画一遍又和刚才画那个淡墨一样又找一下结构，凹进去的地方。这个水色
好，我们可以来一点这个山绿啊，山绿或者是山青。我们把这个亮面上一下颜色，淡一点的颜色。好，我们让这个石头淡淡的有一点颜色。干了以后它会很淡的。刚才用淡墨画的地方，用赭石画的地方，它会暗下去一点点。现在上的颜色我们就可以照染了。干了以后，它的变化就出来了。好，要等它干了以后，它就会淡。现在看一下整体啊。这一张，因为这个石头刚刚打湿，所以它显得很重。干了以后，它会很淡。好，现在已经画出大框架，已经画出来了。紫藤形成这一组最大的，右边一组小的，这里有一组更小的这个对比关系非常强烈。